晚上回我们那儿住啊？我忽然想我妈了，好想再陪她一天。你这么一说也是啊，确实好久没回去了。我陪你一起回去呗。别了吧，到时候你回去再让我妈起疑。起什么疑啊？是怕阿姨闻到你身上有我睡过你的味道。哎，胡说什么呢你？哎呦！小帅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真的3更半夜偷偷回来，而且还不开灯。师傅，你拒绝了我2个晚上，就为了抱他一下是吗？怎么是你啊？让你失望了是吗？没有。你要干嘛？你别动！别动！我靠，这门怎么没关？是不是有小偷？敢偷我东西，不想活了是吗？老子跟你拼了！哎呀！你还不走？想一起啊？没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怎么总是碰到他们呀？他们已经……我靠！完了，这回彻底没脸和我师傅见面了。正好，回屋收拾收拾，搬我们家住去。可我们还是会见面的呀！我男人的威严，你男人的威严，是靠晚上私会他来体现是吧？你以为我想晚上来找他吗？是他一直躲着我，你打听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诊了，我只能晚上在这蹲他。你们多久没联系了？1周吧。第6天。什么第6天？没事儿，手机给我。哦。干嘛呢？我帮你搬回一句。啥意思啊？
除了头有点痛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事没事，我经常这样。小池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呀？啊，我给您买了点补品，顺路给您送过来。哎，你这孩子每次来都带东西。行，我们进屋聊吧。哎，阿姨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走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吃点药就行了。身体中要检查一下。阿姨慢点。所以，你这几天就一直待在郭晨宇那儿。郭成宇他就是个搅屎棍儿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早就完成任务。他还故意告诉我你俩没有睡觉，害得我只敢待在他那儿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唉，算了，我跟你坦白吧，池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让你必须5天之内心甘情愿地和他睡觉，不然倒霉的就是我了。最后事情没办成，我也不敢跟你联系。池城让你算计我？大卫，你该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没关系，这事儿不能怪你，毕竟你也是被逼的，换我也招架不住。唉，我就是悔呀，我怎么就轻易中招了呢？咱俩呀，就是小油条，池城他就是大油条，像郭成宇，他就是老油饼。哎，你说，我要不要趁此机会，直接向他挑明我当初接近他的目的？这样，他道他的歉，我认我的错，两清了。这确实是个好机会，除了这个心病，你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嗯。哎，你这些天待在郭成宇家，你俩就没有？你别多想，没有的事儿。其实，我觉得郭成宇喜欢的不是我。啊？你当初找他要蛇，他二话不说就给你。我受伤了，他也没有趁机抢蛇，反而陪着你一起把我送到医院。这不能证明他喜欢你吗？我要什么蛇他都给，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为了救池城的蛇。他送你去医院，也是因为怕池城着急。你看，很明显，他喜欢的不是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郭成宇喜欢的是池城。哈？我当初要的那几批蛇可都是稀有品种，池城有的，郭成宇都有，而且完全就是池城蛇园的翻版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但凡池城有的蛇，郭少都是有副本的。闭嘴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还有，你不觉得他们三角恋关系有点不对劲吗？不对劲？哪儿不对劲啊？他们因为汪硕这件事儿闹了7年的矛盾，可你听说过有谁在这7年里找过汪硕吗？池城没有，是因为恨他。可郭成宇为什么没有？好像也对。如果郭成宇真的喜欢汪硕，那当年他们就应该在一起了呀。问题就在这儿，郭成宇不但没有和汪硕在一起，
而且还想各种理由和驰骋斗。所以你觉得郭晨宇喜欢驰骋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注意到抢蛇那天，郭成宇和驰骋打斗在一起，明明是驰骋占在上风，他那拳要打到郭成宇脸上的时候，为什么下不去手？不对呀，怎么又变成驰骋下不去手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驰骋也喜欢郭成宇。小帅，驰骋和我，哦，我懂了，你就是想证明郭晨宇喜欢的人不是你，所以才把脑洞开得这么大，思维都飞到天上去了。哎，那是你道行还浅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来，喝点奶补补脑。小池啊，今天麻烦你了，花了那么多时间陪我去医院。阿姨，您真不用那么客气，我跟大琼是同事，帮忙都是应该的嘛。来，您坐。小池啊，哎，我问你，我们家大琼在公司里业绩还可以吧？可以。你喝水，阿姨。我们公司老板超级喜欢他。我们家大琼是个老实人，他没什么花花肠子。哎，现在这个社会呀，老实人是挣不了大钱的，只能混口饭吃。您家的大琼早就变异了。小池啊，哎，你谈恋爱了吗？谈了。像你这样的小伙子，最招人喜欢了，敢说敢做的。哪像我们大琼，谈个女朋友谈了3年，还给谈散了。你说我着不着急呀？他还谈过一个3年女朋友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大琼之前还把他们的合照发给我看过，我找给你看啊。怎么找不到了呢？阿姨，照片不重要。他们谈了那么久，为什么分手？大琼跟我说他们脾气不合。哎，我心里很明白的，人家小姑娘是嫌我们家穷呗。那次本来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，小姑娘都已经走到家门口了，哎，又回去了。哎，从那以后，大琼啊，就再也没跟我提过她。阿姨，这都是之前的事情了，你别想了。哦，对，这些药，这个1日3次，这个是1日2次，全都是饭后吃。那您先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阿姨，不打扰了。哎，我记得大琼是给过我照片的呀。哎呀，不是在这里吗？你就按这个上面去拿药，按我给你开的医嘱吃就行。江医生，小庄，我给你带了点水果。怎么样？没留疤吧？你看，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那就好，以后照顾好自己，别再想着渣男了。聊什么呢？我先去洗点水果。别，江医生，你怎么害羞了？是，
谁害羞了？你眼神不好吧你？是，我没有眼力架。你要是眼神不好，去大医院看看，也别在我这儿看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心里有多纠结？我误以为你的老情人回来，我心里有多难受。是我十恶不赦，对不起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，心胸坦坦荡荡，没想到你这么虚伪，串通江小帅算计我是吧？你就没有撒谎的时候吗？人都会犯错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当初接近你，是因为月月。好了，我们扯平了。一会儿他回来，先正式宣布讨伐他，等他无地自容的时候，再挑明我接近他的目的。这样既能彰显大度的风范，也能表现男子汉大丈夫的勇于担当。就这么办。摆什么 pose 啊？吃饭了吗？没吃。正好，我在楼下买了熟食，趁着吃点。不吃。爱吃不吃。不行，我要开始酝酿情绪了。给，穿上试试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给我妈买衣服的时候，顺便给你买了一件。早不买，晚不买，非得今天买，好不容易攒点火，你这一张煽情牌又给我吹灭了，我心太软。好了没啊？好了，不错，挺合身。行，那别脱呀，就这么穿着呗。多好看啊！我眼光真不错。哎，干嘛？哼！见过小帅了？对。他跟你说，我让他劝你的事儿。劝？那不是劝，那是算计。所以你觉得我是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是吗？对。你明着说对我有耐心，说我无论什么时候想通了都不介意，还说绝不强迫我。结果你暗地里去威胁江小帅，强迫他逼我就范。池诚，我原以为你是个爷们儿，心胸坦坦荡荡，但没想到你这么虚伪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心里头有多挣扎吗？我左以为你的老情人要回来，你知道我这几天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你用这么低劣的手法去刺激我，把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信江小帅的话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搭理你。哼，被人这么说，
扛不住了吧？有本事你来啊！说脏话，爆粗口啊！说完我就可以亮出底牌了。我承认，都是我不好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怕跟你耗太久，不知道你的心思歪到什么地方。我找江小帅，因为他是最了解你的人，所以我才用了这个办法。当然，手段是强硬了一些，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。靠！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这样我怎么好说月月的事儿？我跟他摊牌了，下场会不会比汪硕还惨？还生我气呢？你还恨汪硕吗？你好端端的提他干嘛？那你在乎他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在乎的是当年的那个事情，不是他这个人。那万一他要回来跟你解释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不会。可万一他要是真的有苦衷呢？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我驰骋，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。我也没少骗你吧，可你也没把我怎么样嘛。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，你的骗，那不叫骗，最多是小心机。但如果超出我的掌控范围，一直把我蒙在鼓里，那才叫真正意义上的骗。怎么了？怎么？骗过我？怎么骗的？其实，我当初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？行了，你不就有个当年谈了3年的女朋友，嫌贫爱富，把你踹了，然后你想借我的肩膀，爬一爬？你知道我有个谈了3年的女朋友？知道。那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也不想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受不了，在我无法改变的历史中，你有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大卫，你到底跟他坦白了没有啊？本来想说的，可又被他的话咽回去了。现在想想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反正我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和他认识的朋友相差108000里。除了郭成宇，也没人会把我们俩的事捅到池城那儿去。也是，如果能瞒住的话，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。将来你们感情稳定了，说不定哪天聊起来，就把这事儿给带出来了。也对。呼啊！喂喂，给我转点电话费呗。
你自己不会充啊？我们家的钱不是你管吗？谁跟你是一家的了？切！给你充了30。你是真抠啊！这不是抠不抠的问题，好吧？师婶就是故意的。哎，谁一出门就要打电话，然后没话说了也要挂在那儿。这还不好啊？黏着你说明爱你啊！爱情想要长久，就应该有来有往。你也去黏黏他呀。可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空间啊。那2个男的谈恋爱，有必要这么矫情吗？有必要这么矫情吗？哎，真的有。